了，买了，都买了，没忘没忘，别催了啊，马上就到了。行，把握时间吧，先挂了啊，拜拜。谁给你办的案子，你去找谁。我就是个法医，你挟持我有什么用呢？法医就对了，找的就是你。大哥，这批货需要签个单子，让他们都快着点儿，别等着出货了。好嘞，干活都快点啊！来来，你们几个干活快点，抓紧时间把尺寸给我量了啊！抓紧时间把木头给我裁了啊！那边着急要货呢。放电话，兄弟们来人了！快！让这么多兄弟来帮我装木头啊！少爷，最近我们林场丢了不少批木头，损失了好几万呀。兄弟们累死累活的，都赔了进去。你说，这林场就咱们2家。1年到头也来不了1个人，难不成这木头长翅膀飞了？我一打听才知道，你最近多出了不少的货呀！啊，你什么意思呀？栽赃我呀？该干嘛干嘛去，没工夫搭理你。今天不把话撂清楚，一根木头都别想运出去！小子肯定是来偷木头的，给我抓住他！抓他！他都是海头了！市局刚才又来施压了，你看那边怎么样？刚找人查了一下沿途的监控，凌晨4点多，24国道附近的一个加油站，我哥躲在一个正在加油的货车斗里边，在斗里躲了一宿。那他扛得住吧？不知道，从监控看，好像还行吧。哦，还有啊，就是失窃那辆货车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我哥这辆车，估计就是那杀手。24国道的加油站，那是出京港的方向，杀手盯得真紧。是，还查了一下我哥上那辆车的车牌，是固定从迎宾西路附近的农贸市场到三道林的。这个点儿，我哥人应该已经到三道林了。我琢磨着，我想去一趟。你疯了！你们俩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里，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吧？我不能眼看着他等死啊！当然是，还有市局那会儿啊，24小时。你先别着急行吗？啊，你先坐着，坐下，你先。快，这样，我现在就给三道林打电话，好不好？不行，哎，张队，是，哎呀，不是，我这打错了，打错打您那儿去了，不好意思啊，打不了啊！为什么呀？人要找到了，我说什么啊？关洪峰就在这坐着呢。哎呦喂！咱先稳住了。如果这事儿换成你哥能让你这么干吗？他肯定不同意你这么干吧？
你跟你隔壁就差2字儿。师傅，哎呀，你不会敲门啊？我这2只手被这热气腾腾的早点给占全了，我咋敲？别地儿敲不了啊！这一天天的啊，除了破不了案子，别的啥也干不了。这一查，我们聊到哪儿都忘了。周子博，哦对，周子博啊，脱逃，是不是因为2年前他们家那个拆迁纠纷？但是2年前这时间也太长了，哎呀，记不清了。王儿，啊，把案情给我们念念啊，我们回忆一下，回忆一下。2年前，周子博一家所居住的房屋面临拆迁问题，国土局就面积和价格给出了结算数据。开发商万国房地产集团委托宣府拆迁公司解决这片区域的拆迁，折腾了几个来回，本打算强制执行。执行当天，由于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吴某在周子博家门口对其母李云有个推搡动作，周子博当场与拆迁公司的人打了起来，因伤人被传唤至派出所，而李云被吴某推搡后，他女儿周子珊以及女婿陶军把他抬进屋里，但还是引发了心源性哮喘。急救人员赶来抢救，由于有大量的呕吐物堵塞在气管，李云在被送往医院前不治身亡。拆迁公司的人听说李云去世，想平息此事，便放弃追究周子博打人的责任。这时候，派出所也得知李云死讯，并以过失致人死亡电话传唤吴某。吴某还没来得及去，周子博就被放了出来。知道母亲死讯后，周子博赶去了拆迁公司，对吴某实施了报复性伤害。吴某的头部呢撞击在写字台上，颅内出血死亡。等咱赶过去的时候呢，地上躺了一个，旁边还傻站一周子博，还满屋的证人，案件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啊。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死亡，对宣府拆迁公司的调查也就终止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家公司在该区域的拆迁过程中，涉嫌威胁、恐吓、勒索、寻衅滋事等诸多其他违法问题，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立案调查。周子博故意伤害致吴某死亡案也拖了将近2年才宣判。我是觉着啊，周子博逃跑，去了银行和法院2个地点。无非就是3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图财，第2种想报复，第3种就觉得自己是被冤枉。哦，你觉得呢？我啥也不觉得。你2位边吃早点边分析案情，我先撤了。哦，那师傅，那个这待会儿开会我就先不去，我还得改剧本啊。师傅，这导演这活真不是人干。别人能休息，就我不能啊！我都连轴转了3天2宿了。你瞧瞧我这黑眼圈，你看我这黑，我走，再见！哎呀！别胡思乱想了，啊！你哥没那么好逮，我亲身经历过的。开会去。还他妈挺能跑的你，啊！跑我这儿蹲点来了，啊！我在这儿弄死你，都没人知道。说，是谁来了？推荐，自律。早3来份，大刘。
你说他跑到法院去，是不是真的想找法官理论啊？反正他下监后没有上诉啊，判决出来呢，回证上写的是服从判决结果。如果他真有冤的话，为什么不走正常渠道？那就是连冤也没有。那是什么原因呢？啊，你别忘了，周子博从逮捕到下监，将近2年的时间都属于羁押状态。他听到的、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我们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是不是得站在他的角度上去了解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他不惜成为逃犯？关宏宇，你说你不好好跑路，跑我地盘干嘛来了？我本来就是在跑路啊。听说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的，就是想来避避风头。没成想啊，妨碍你们聚会了，抱歉啊。你的地盘，这方圆几十里，怎么就成了你焦汉卿的地盘了？我告诉你，这小子和你没有关系，赶快让他滚！咱俩的事还没另完呢。老孙，老孙，嘿，来，借一步说话，来，老孙，你不是就损失了几万块钱吗？现在钱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你怎么看不见呢？咱只要把他送到了公安局，拿了奖金，5分，多好。一听有钱话，说的我凭什么相信？公安局的事不能骗人啊！喂，闹半天，你是对你母亲的死有疑惑呀？他母亲的死，对，咱不是看过他们姐弟俩的监控录像吗？当时周子山无意中提到了一个细节。等我赶到屋里的时候，才那么一会儿，妈已经开始抽搐了。我当时就记得她仰面躺在床上，2腿直蹬。你姐夫费那么大劲儿，几乎都摁不住他。再后来就……这病理学上的事儿我不是很了解啊，这符不符合这个心源性哮喘发病的这个症状？这得问告军然，符不符合，得关注一下尸检报告。所以你母亲的病是心源性哮喘。是。不过你说的那个时候，我还没被调来这个长梦行知，那个尸检报告，那肯定也不是我出的呀。那是谁呀？叫什么名字？2年前，给你母亲验尸的法医的名字，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哎，张正南，冷静点，往后退，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就是往后退。我就是拿水给你喝。要抢我枪是不是？我没有，我真没有。你肯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哪儿？你冷静点，你把枪先放下，你冷静一下。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忘了吗？2年前我还没来长梦行知呢，我还是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我就是拿水想要给你喝，我看你刚才吃太快，我想拿瓶水给你溜溜，我怕你噎着了，真的。是的。你相信我。冷静点，你把枪放下。
冷静冷静。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子博，你的这个案件呢，当初是以你母亲遇害作为审判依据的，庭审当中肯定是用到了他的尸检报告，判决书里肯定也会引用。你当时没仔细听吗？不记得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就记着我被判了15年。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那报告给我抖出来，让我看一眼？我就想知道我妈到底是为什么走的。你让我去偷尸检报告，给你一个在逃的人看，你不是害我呢吗，子博？这怎么办？我怎么办？喝点水吧。不过你这个案子当初应该是公开审、公开宣的，那中院的网站上肯定是能查得到的呀。我给你查一下啊。明明打几个字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弄得这么大阵仗。能查着吗？等一下。你看，在这儿呢。哪个？搁在这边。这有一个隐。由于大量呕吐物堵塞气管，在送到医院之前不治身亡。一般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注意让这个发病者侧躺，为的就是避免呕吐物回流阻塞气管。不过照你这么分析，这李云真正致死的原因，不就落在了他女婿陶军身上了吗？我觉得这有问题啊！你说的这些知识点，我都不是很了解。你说陶军一定知道吗？他看到一个人休克痉挛在那儿，他上去把他摁住了，怕从床上摔下来。我觉得这反应很正常嘛。就算陶军有这个故意的嫌疑啊，那周子博呢？初小毕业的水平，他能懂这事儿？没错，这种情况下，施救过程当中应该让患者保持侧卧。你是说，因为你姐夫之前在社区医疗站里工作过，所以他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要领？是啊，我妈常年有这个病，每年还会犯那么几次。还是他嘱咐我跟我姐说，我妈要是犯病的话就得侧卧。他装什么傻呀？关老师，查到了。2年前李云死亡，周子博因为故意伤害被捕。1年前，陶军就为周子珊购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保险。过了不到半年，周子珊家里就因为天然气线路老化发生了火灾，人差点都没命了。受益人是谁？就是陶军本人。这脸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前阵儿家里着火了。着火了？幸亏有你姐夫救了我。这个陶军不简单呐。陶军，我必须要找他，我必须要当面对质，我看他在我面前还敢不敢撒谎。子博，现在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知不知道？你见得着陶军吗？你何必多此一举啊？你听我的，
你相信警察，他们知道这个案子有问题，一定会查到底的。当年他们查了吗？当初是不是因为你把人家拆迁队的那个姓吴的给打死了？他是你母亲的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按照法定程序来讲，嫌疑人一死，这个案子就会停止调查。说白了，你都没让人家公安给你调查，你自己就把案子给结了，你说怪谁？你枪从哪搞来的？在里面的时候，有一叫鸡哥的，他说他在外面铁路南大槐树下面藏了一把，我们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当我跑出来之后，我去找，还真让我找了。我知道我带着他闯了大祸了，但是我为了我妈，高法医，求你再帮我一次，跟你们领导说，再给我半天时间，我一定回去自首。子博，你身上有15年的刑期，你这次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再带着这个东西到处乱跑，到时候检察院想给你判个死缓都难。怎么着？想提前下去见你老娘啊？枪给我！哎，不行，高法医。高法医，你站着别动，别动，往后退！我求你了，你别逼我了，好不好？我必须得要找陶军。别动，高法医，谢谢你。子墨，子墨。鸡哥，有鸡，啊！哎呀，这人都进去了，还给我们找麻烦。哎呀，老哥，你说说啊，这枪都到手了，还让人给跑了。现在这孩子，真是一茬不如一茬。哎，我是法医，抓人是你的活，好吧？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啊，那天天跟吃错药似的。嗯，谁吃错药了？哎，那没说你，人找着没？哎，周围那几条街都搜遍了，那个人跑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没有。扩大搜索范围呢，接着找。嗯。哎，这，把这个给技术中心送过去。帮我把门带上。你跟里面人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找他干嘛？你们跟他也没关系吧？我去，哥们，什么意思？过来捣事的吧？这哥们儿，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啥情况呀？哎，干啥呢？大哥，大哥。关宏宇，认识。人家不想见你，说你们有过节，该干嘛干嘛去了。滚蛋！他来这地方，你说了算。怎么称呼？姓焦，焦汉卿。单独聊两句，就这儿说吧。我不爱背着兄弟们聊天。好，里面那个人是个通缉犯，你也知道，在你这儿就是个大麻烦。不如把他交给我，赏金我给双倍。我瞅你这样，也不像是有钱的呀。我是没有，不过我有几十个兄弟正在送钱的路上，应该很快就能到。几十个兄弟，很快就到了，吓我呀？几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人我必须带走。哥们儿，外边这人带了好几十号人，死活要把你从我这儿弄走。我交汉京师那人吗？我能让他把你带走吗？但是你看看，我这外边好几十号兄弟，都得跟着我吃饭呢，不是？他承诺你什么好处？哎，我是那种人吗？我没有别的意思，不管他给你什么好处，或者承诺了你什么，江湖上有规矩我都懂。只要你不把我交出去，我一定会加倍的感谢你，包括你这些兄弟。加倍？你有电话吗？借我打一个。打给谁啊？当然是我的人。我身上背着这么大的命啊，在外边跑了1年多，肯定不会是一个人吧？说号。喂，哎姐，我是宏宇。哎，老弟呀，你现在在哪儿呢？还安全吗？你姐都急死了。我现在3道林的林场，暂时安全。我在这边被一个大哥给暂时收留着呢。那个追你那个王八蛋甩掉了吗？还没有，他现在堵在大门外跟大哥要人，而且他还叫了不少的人来。那咋办呢？我现在没事儿。哎，那个，如果大哥要真把我保下来了，咱可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啊！是，姐明白。你这样，你让大哥放心。一会儿姐带着钱尽快赶到，好吧？然后诚意这方面肯定能让大哥满意啊。好，谢谢姐，谢谢。好，谢谢姐啊。看来对方人不少，都给我打起精神，把家伙事带上，一会儿见着了有多少按多少。收到，收到，收到。先别着急了，啊，等等那边消息。让我做完汇报之后，总队的意思是先别动陶军，说是在陶军家附近，会安排更多的人在那儿值守。一会儿咱们去南江路的工行去帮着布控去，啊。你说周子博这个枪也交了，估计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性了，要总算能松口气了，是不是？啊，现在就等着他落案了。你说所有的事情都往好处发展，所以没问题，真的。师傅，你不懂敲门啊？哎，不好意思啊，下次注意。袁队长那个已经到银行了，让你赶紧过去，实际一会儿就到。行，知道了，知道了。走吧。大哥，哎，赶紧给老板让座，没眼力见儿。哎呀，我说兄弟啊，这事儿他还不好办了，这里边呢，他出价比你高啊。我再加一辆车。什么车？我刚才说了，我有几十个兄弟要来，他们开的车你随便挑。
兄弟，这事儿把我整糊涂了呀！你说，你来人，他也来人，你出价，他还涨价。我也不是那糊涂人，知道你们各方都有各方的势力。我带着兄弟们出来就是混口饭吃，拉家带口也不容易，我也不愿意得罪你们任何一方。你刚才也说了，你有车来也有人来，那只是说呀，空口白牙的。不如等车人都到了，咱们再合计，你说呢？喂，哥，我们马上到三道林了。目标已进入监控范围，各探组注意，各探组注意。这布控上不会有什么纰漏吧？都是便衣，没开警车。附近的路口，包括小区出入口、商场出入口，还有建筑制高点，都安排了我们人。只要周子博人来，那他就肯定走不了。可是昨天刚发生了枪击事件，按理说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封锁现场、不开门的。那现在这种营业状态，是不是会反而引起周子博的怀疑啊？如果他真有这脑子，就不会干那么多糊涂事儿啊！等他落网吧。放心吧，就这布控啊，不能说是万无一失，那也是十拿九稳了。没事儿，听见了吗？啊，十拿九稳，啊，别着急。哎，对了，袁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知会一声啊。抓周子博这功劳归你们，不管他来不来啊，撤控的时候桃就是我们得带走，啊。当初李云这案子就是在我们队中制的，现在重启调查，啊，这管辖还得是我们的。行，我懂。聚餐。废话，聚餐带这么多管制道具？甭打了，哥们儿，我陪你一起等。周汉卿，你们都给我出来！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道有道义，行有行规。咱都是站着三要的人，咱有事儿可以谈嘛，谈了咱可以干嘛？说好明天送人分钱的，你怎么偷摸把人送走了？是不是想独吞啊？你跟这儿喷什么粪呢？啊，说没说？分钱的事儿回头再说。再说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把人送走了？啊？谁他妈信你？刚才我几个兄弟干起来了！
各自注意啊，人出来了。报道。哎，钱已经取到了，马上到啊，马上到。哎呦，财神爷来了，恒哥。你说你早点把钱给我，不就没有今天这回事了吗？也怪我昨天出手重了点。不过你说咱一直合作好好的，你这老整这出。站住！别动手！待会儿跑了，走上，老实点，老实点，走。不对，周子波找着了，在哪儿找着了？你猜都不敢猜，人在墓园呢。怎么样了？我跟那个杀手交过手了，他已经受伤，应该不会再追杀你哥了。谢了，还让你违纪帮我。放心吧，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违纪呢，已经跟局里补过手续了。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眼，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意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几点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
见？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但是我接受，因为我爱。再见浪费几百的时间，没有画面，闭上眼，光人飞。